这个在涉外民事诉讼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的规定，它的要件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跟各位分析的啊。那这个182条之2第1项的大意，刚刚跟各位说明过了以后，它在要件上还有一个是你从条文的文意，也就是你从条文的文字读不出来的一个要件。这个要件就是这个先细数在外国法院的这个诉讼事件，跟后细数在我国法院的这个诉讼事件，在法律上是否为同一事件。那这个同一事件的判断基准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它框框下面要跟各位所做说明的，判断是否同一事件的这个基准，就是第一个，当事人是否同一，诉之声明是否同一，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也就是在我们跟各位举例的这个案例，大阪地方法院的这个离婚诉讼跟高雄地方法院的离婚反诉的当事人是否同一，诉之声明是否同一，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件，当事人是否同一。日本大阪地方法院的离婚诉讼的原告是日本籍的太太 Y， 被告是我国籍的丈夫 X。那后系属的我国的离婚反诉，他的原告也是太太 Y， 被告呢是这个台湾籍的丈夫 X。所以这日本的诉讼跟我国的诉讼当事人是否同一，这个很显然结论是肯定的，当事人的诉讼是这个在日本的先系属的诉讼跟在我国后系属的诉讼，在当事人的部分是同一的，所以第一个要件符合了。再来第二个要件，诉之声明是否同一。先系属于日本大阪地方法院的诉讼是请求与原告，对不起，先系属于日本大阪地方法院的离婚诉讼是请求与我国籍的丈夫 X 离婚。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把他的小孩的亲权判给这个女方，就是妈妈太太。那在我国籍的离婚反诉呢，也是请求与台湾籍的我国籍的丈夫 X 离婚，然后请求把小孩的亲权判给这个日本籍的太太跟就是小孩子的妈妈。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日本的诉讼的诉之声明跟我国的诉讼的诉之声明是一致的，所以结论也是肯定的。所以呢，先系属的日本诉讼跟后系属的我国诉讼的诉之声明请求的都是离婚，所以诉之声明是同一的。第三个，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讲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这个就有点复杂了。这是我们这一次单元的要跟各位讲解的重点之所在。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这个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马上会想到的是复杂的诉讼标的理论。涉外民事事件的诉讼标的要怎么样特定？这个跟国内诉讼，纯粹的国内诉讼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国际司法或说涉外民事事件，它跟国内的这个纯粹的
民事事件不一样的地方。涉外民事事件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要怎么样来决定？就结论来讲，这个必须要先选择完准据法以后才能决定。这个看过第一个单元的各位应该可以了解，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跟各位所做的说明是，国际司法、现代国际司法，或者是说涉外民事事件，在学理上或实务上有3个重要的分野。这个是不分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都一致的，这个我们在法律上称为通说啊，实务跟学理上面的通说。也就是第一个是管辖的问题，第二个是准据法的选择的问题，我们简称为选法，第3个是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所以提起一个民事事件，法院要先判断有没有国际裁判管辖，先程序后实体。那这个重要的诉讼要件都具备以后，为实体审理。这个时候呢，才去选择准据法。那这个我们简称为选法。选法的具体的基准，每一个国家它的法规不一样。我国呢叫做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日本法叫做法律适用通则法。所以我们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在哪一个国家起诉，那一个国家的法院它会适用的选法规则，就是这个法庭帝国的选法规则。所以在我们这个案例，先细数的是日本大阪地方法院家庭裁判所。这个大阪家庭裁判所，它处理这个涉外民事事件，日本的理论跟我国是一样的，是采取国际司法的强行性理论。所以日本的法官必须要依职权主动的判断这个案件是否为涉外民事事件、涉外家事事件，是，那他就必须要依照这个国际司法的理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要先判断日本法院有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然后有的话，再来就是要选择准据法。所以日本的法院要选择准据法的法规，就叫做法律适用通则法。后细数的是我国的高雄地方法院的反诉离婚。这个时候，高雄地方法院在判断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的时候，也是要先选择完准据法才能够决定。所以高雄地方法院它要选择的准据法的这个选法规则，就要依照我国法。我国的法律哪一个法律在规范选法规则呢？那就是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一言以蔽之，涉外民事事件诉讼标的要如何来决定，要如何来特定，就是要选择完准据法以后才能够决定。那所以我们要看看我国的法院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选出来的准据法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日本的大阪家庭裁判所所选择出来的法律，依照他们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所选择出来的法律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这个才有办法判断那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如果选择出来是同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话，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就会同一。如果选择出来的准据法是不一样国家的法律的话，那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就不同一。不同一的话，这个就不是同一事件，
不是同一事件的话，就不成立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第1项的要件。结论就是，那不成立的话，法院就不应该裁定停止，除非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如同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说明的是同一的话，那就符合同一事件的这个要件。这个时候，法院就应该依照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来停止诉讼程序。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去。刚刚，所以我们要先来判断，先细数的是日本的诉讼，先细数的是日本的诉讼，日本诉讼的诉讼标的必须要依照日本国际司法来选择准据法之后，才能够特定诉讼标的。日本的国际司法，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过，它叫做法律适用通则法。这个后面日文的原文我们也有附给各位，所以各位呢，你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 啊。你如果会打日文的话，或者是你打中文，我相信都会出来啊。这个日文法の適用に関する通則法，这个是日本平成18年2006年6月21日由日本政府所公布。它的第2条规定，自公布日开始起算，经过20日以后开始施行。所以，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先细数日本大阪家庭裁判所的这个离婚诉讼，它在时间上是应该要适用这个2006年以后的新法，还是2006年之前的旧法？这个日本籍的妻子 Y 向日本大阪家庭裁判所起诉请求判准与我国籍的丈夫 X 离婚的时间是2007年5月1日。这个时间呢，很显然的已经超过法律适用通则法第2条公布日开始起算经过20天以后，所以本件呢应该要适用这个新法，也就是法律适用通则法的这个规定。那如果各位你有上网 Google 的话，你看得懂日文也好，看不懂日文也好，它的汉字就是离婚哈。那但是呢，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日本的国际司法的选法规则法律适用通则法第27条规定说，第25条之规定于离婚准用之，但夫妻之一方系于日本有经常居所之日本人时，离婚适用日本法。所以我们先看，等于在日本的涉外离婚的规定会有2个规定，也就是25条的规定跟27条但书的规定，我们都要多加的留意。25条日本法第25条的规定，它的原文我们有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当然，你若有上网查，你也可以对照啊，网络上它有这个法条的这个规定。那它这个第25条的规定就是说，婚姻的效力等于离婚是准用婚姻的效力。那婚姻的效力呢，如果夫妻的本国法是同一个本国法的时候，依照这个本国法。那我们都知道，跨国结婚会因为婚姻的缔结而取得配偶彼此之间的这个本国法。这个我们在第1个单元评论家事事件法第53条的时候有跟各位提过。所以
在这种国际结婚的情形，只要符合配偶对方的国籍法上面取得国籍的要件规定的时候，夫是可以取得妻的国籍，妻也可以取得夫的国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种国际婚姻的时候，如果本国法同一的时候，依照他的这个本国法；没有这个同一的本国法的时候，那夫妻之经常居所是同一的时候，就依照经常居所的法律。这个规定呢，也是合乎逻辑的。怎么说呢？你虽然没有共通的本国法，可能是没有申请，或者是说时间还没到，但是既然是夫妻的话，通常一般正常的观念来讲，是会住在一起的。好，起码会住在同一个国家。那这个时候呢，就有经常居所地国。这个时候就依照夫妻的经常居所地国的这个法律。这个经常居所在日文叫做常居所，就是我们第一个单元跟大家所介绍的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的 habitual residence。这个日本法已经把它这个正式的立法纳入为这个补充性的连结因素啊。那这一条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同一个本国法，也没有同一个经常居所地国的话，这个时候就依与夫妻之间关系最切之法律。那这个与夫妻之间关系最切之法律，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它就是让这种立法呢，是现代国际司法学立法上的一个特征，让法院它有一个裁量权，依照个案的不同、个案情况的不同，它能够做个案性的这个处理。好，这个是第25条婚姻效力的规定，原则上离婚也准用，但是呢，要注意的是，27条日本法第27条，它的但书的规定说，夫妻之一方是在日本有经常居所的日本人的时候，所以这个但书的第一句话的规定，他必须是日本人，具有日本国籍，然后他在日本境内有经常居所，所以这个太太带着小孩回到日本，不回来台湾了，他当然他具有日本国籍，所以要注意的是，他这个在日本法的认定上面，可能成立经常居所的这个几率相当高啊，因为他的户籍还在日本。这个时候呢，27条但书的规定，离婚要适用日本法。好，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先口头请各位要注意的地方。